每天挤地铁抢上班的座位，是不是已经让你苦不堪言？或许你也经历过这些让人头疼的情况，从后港到南大，又或者从红帽桥到樟宜航空园，光是单趟就要花掉1.5个小时的时间，这还没算上偶尔迟到错过，地铁又得等下一班的狼狈状况。一天下来，我们的24小时有多少是被浪费在通勤上的？让我们算笔账。如果你每天通勤时长超过1小时，这意味着一整年下来，你将浪费至少20天的时间。20天能做什么？你能多陪陪家人，能多睡几个懒觉，也可能轻轻松松完成一次旅行。然而这些时间竟然都被耗在了等车、转车、赶车的路上。更何况面对上班高峰，你还得忍受拥挤延误，甚至因为通勤过长导致的身心俱疲。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场时间的浪费战也许很快要结束了。随着新加坡最新的跨岛线 CRL 的建设进程，当2026年第一阶段通车，所有这些煎熬可能都将彻底改变。一条从东串到西的地下长楼正在悄悄为我们每一个人找回那些被浪费的时间。想知道具体怎么改变？接着往下听吧。新加坡正在地下50到70米的深度打造一条令人惊叹的地铁线路 CRL。这条线路不仅是在缩短通勤时间，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目标，让全岛进入30分钟生活圈。也就是说，无论你住在哪里，往东往西，往北往南，30分钟内都能抵达你的目的地。对于北部居民，例如住在光明山一带的人们，以往从这里到巴西利需要80分钟，还得2-3次换乘。但在 CRL 通车后，这段时间将减少到30分钟。你不仅能拥有更长的睡眠时间，甚至去东部海滨也会变得轻而易举。而在东部，像樟宜工业区、洛阳工业区这些交通孤岛，每天通勤可能要花上75分钟，但有了 CRL， 这个时间将缩短到25分钟。这些区域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吸引更多职场人。同时，房产投资者更不应忽视 CRL。数据显示，每当新地铁线路落成，沿线房价通常会增值15%到25%。像石龙岗、北德福这样的区域，必将因交通便利而重新定义价值。CRL 不仅是通勤工具，更是生活提速器，它提升了通勤效率，激活了区域发展。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新加坡能做到这一切？为什么 CRL 工程这么艰难，还要坚持砸下如此巨大的成本？让我告诉你，这条线路从设计到施工的每一个细节，堪称是一场超越想象的工程奇迹。先说说 CRL 的施工难度吧。巴西利站将成为整个新加坡地铁系统最深的一站，挖掘深度达到惊人的47米，大概是16层楼那么深。这种深度为了避开现有的地铁线和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几乎刷新了新加坡地下基建的记录。然而这还仅仅是深的一部分。接着我们还用了新加坡历史上最大的一台盾构机，直径12.6米。它不是普通的挖掘机，而是一个巨大的钢铁怪物，不仅7个地层，还能撑住隧道。这相当于在地底下画出一幅我们看不见的新版图，将东部和西部用地下长龙重新连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在建设 CRL 时选择了一条极其艰难的施工路径。为了穿过重要的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我们挖掘深度达到70米，而不是简单的绕过去。虽然这样极大增加了工程时间和成本，要多花20亿新币，但带来的好处是节省通勤时间，整整6分钟。说真的，你觉得值不值？或许你会问，6分钟而已，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但新加坡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们愿意为了每6分钟的公共效率买单20亿，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这样的决策为何令人感慨？因为它不仅仅是修一条地铁，它是对人民时间的尊重。2026年会是关键的节点，虽然那一年 CRL 不会通车，但它会进入施工的冲刺期，许多隧道将正式贯通，同时环线口最后一段也将贯穿完成，形成完美的内环网。全岛的轨道交通网络将真正实现全面互联。还有个惊喜是新柔地铁2次的开通，意味着柔佛也将成为我们近在咫尺的邻居，你的生活半径会前所未有的扩大。2026年，我们距离真正实现全岛30分钟生活圈的目标也更近了一大步。这个生活圈不仅是通勤上的便捷，更是带来了工作、生活、娱乐全方面的提升。楼下的小贩中心、远处的餐厅都将被拉得更近，你的时间价值会被进一步完善，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这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革命。新加坡不是在造一条普通的地铁线，而是在重新定义城市的速度空间和生活方式。当你再也不用花费90分钟去通勤，当全岛区域被平等的连接在一起，那时候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所以问题来了以后，从红帽桥到张掖只要35分钟，你还愿意花15万去买一张用车证来开车吗？又或者30分钟以内能胜任的通勤，你会不会开始去探索更多新的生活方式？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给朋友看看，同时也关注我的频道。未来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关于新加坡基建、城市规划的精彩内容，绝对不让你错过任何好消息。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